欢迎来到壁画太多助眠故事。今晚我们要翻开一段被历史课本一带而过的时期，一个从地图上看上去混乱的像麻辣烫的时代，名字也挺吓人，叫五胡乱华。但你别急着关灯睡觉，因为今晚的故事没那么乱，也没那么胡。公元304年，西晋王朝还在苟延残喘，朝廷权贵忙着勾心斗角，谁也没注意到山西太原外头一位叫刘渊的匈奴贵族正在悄悄起事。说实话，这刘渊啊，一开始根本没想称帝，他比谁都清楚，草原上的人哪懂中原那一套，自己要真做皇帝，估计隔天就被族人背刺。但问题是活不下去了。匈奴人自从被曹操强制安置进中原之后，虽然被安了个内附的好听名号，实际上连粮食都抢不过汉人，活得像个3等公民。刘渊看得明白，不反那就是等死。而他能起事，不光是因为有不甘，还有人给他递刀。这人是谁？司马氏宗室，也就是西晋内部。西晋的王爷们为了抢皇位，天天互斗，眼瞅着打得昏天黑地，干脆找外援。刘渊就是那个外援。西晋王爷说的好听，你帮我，我给你地盘。刘渊心里冷笑，你给我个机会，我就要整个天下。就这样，他在山西霍泰山称王，建立了汉国，还特地加了个钱字，以表正统。他想告诉天下人，我不是乱臣贼子，我是继承汉朝香火的，咱是复国。但你以为他称帝后就马上杀进洛阳？错，他干的第一件事是召集大臣，编法典，修史书，还大张旗鼓建了太庙，祭孔子。对，完全就是照抄汉朝那一套。但你也别觉得他是在演戏，他是真的信这个。他自己是个能背诗书的匈奴人，从小接受汉文化熏陶，比晋朝很多王爷都像个文人。他知道，要想在中原站住脚，不能靠打仗，要靠文化。说白了，他想让胡人合法化，而不是永远当外人。可问题是，他是这么想的，别人未必信。中原的世家大族看他，就像现在人看 AI 写诗，你再像也不是人写的。更何况他是匈奴，那个曾经掳走汉朝公主的民族。你说你继承汉统，人家笑你，狗都不信。但刘渊不慌，他知道这场正统游戏不是一朝一夕能赢的。他一边安抚老百姓，一边打着替天行道的旗号，南征北战，活生生把晋朝的地盘一口一口吞下去。而西晋那边呢，你以为他们会反击？不，他们还在内讧。皇帝一会儿被劫持，一会儿被毒死，王公大臣忙着抢人头、分地盘，根本顾不上北边的刘渊。百姓眼看着朝廷不作为，战火四起，只能自求多福，能跑的跑，跑不了的干脆投靠刘渊。你说这是胡人乱华吗？更像是进士自毁长城。其实刘渊也没真的想一统天下，他的老底是草原，心里一直有个草原皇帝的梦。他把部落的兄弟都封成王，一边打仗一边赏地，弄得整个汉国像个拼图，你一块我一块，全靠勤奋粘着。这样的政权一遇到强敌，根本指挥不动。等他儿子刘聪接班后，就彻底露馅了。内斗叛变，打不过南方的晋军，刘家的汉国开始摇摇欲坠。但不管怎么说，刘渊的这一步打开了潘多拉魔盒。他不是第一个反晋的胡人，却是第一个成功制度化的。草原与中原的融合，从他开始有了第一个正式版本。胡人不是来抢的，是来学的、住的，甚至想留下的。而这
也成了后面几十年16国轮番登场的序曲。从这个角度看，五胡乱华的乱更像是被南方文人写得太吓人了。站在百姓的角度，他们其实没那么在意谁当皇帝，只想知道哪边的税轻，哪边能种地，哪边打仗少。而刘渊就是在这混乱中走出了一条我不想乱，但我也不怕乱的路。而就在他立足未稳的时候，一个奴隶出身的羯人正在邯郸的马棚里默默磨刀。他的名字叫石勒。这个人比刘渊更狠、更稳，也更懂做人。但他要登场前，还有几场仗要打，还有几个人要倒下。石勒出生的时候，压根儿不知道自己有朝一日会登上皇位，因为他连人都不算。羯人在当时是最底层的胡族之一，很多人甚至连这个名字都没听过。石勒小时候是个奴隶，被人贩子卖来卖去，最后混进了匈奴的军队当个马夫。你说他起点有多低？低到连起义的资格都没有。但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东西，那就是记仇，记了一辈子那种看不起、蔑视的眼神。也正因为这一点，他后来做什么事都不疯不狠，特别稳。因为他知道成不了事，自己就永远是别人脚下那匹马。刘渊起事时，石勒正好当了个小头目，带兵打仗，不声不响，打谁谁掉头，抢哪开门。他是出了名的只打仗不废话，不像那些喊口号的将军。石勒从来不许自己部队烧村、抢人，甚至给村里发粮。他清楚，老百姓才是王朝的地基，地不稳，天就塌。他一边打，一边安民心，渐渐地在北方百姓心中成了那个不杀人的胡人将军。刘渊死后，他的儿子刘聪继位。这位新皇帝更像个贵公子，好大喜功，喜欢排场，动不动就造宫殿、开音乐会，关键还喜欢听谗言。石勒看得透，这汉国快完了。于是他悄悄离开了刘聪的圈子，回到自己老窝，在河北扎下了根。没多久，他就自立门户，建了一个新国家，叫赵。但别急，不是南方那个赵国，而是后赵，后起之秀的赵，为别于先建国的前赵，故史称后赵。又以其王室姓石，又称石赵。石勒立国第一件事还是修制度，他不搞那套匈奴部落制，也不迷信汉人的祖宗八代，他搞自己的一套混合管理。地方官得考核，军队要整顿，税收要清楚，百姓有案可查。他甚至设了个专门的骂人堂，老百姓可以去投诉官员，有冤说冤，有错追责。这在当时简直是官民平等雏形了。你说这人有没有远见？石勒最让人记住的不是建国，而是他打洛阳那一仗。洛阳当时是晋朝的都城，表面风光，其实虚得很。世家大族控制朝政，皇帝说话没人听，百姓日子苦得发霉。而石勒率军南下，兵不血刃，轻松拿下洛阳。他进城的那天，没有烧杀，没有抢劫，而是封街、贴布告、派兵护市。他说：“城是咱的，民不是敌人。”他还让文人继续办学，医生继续看病，小贩继续卖菜。一时间，城里人纷纷说，这胡人比咱汉人还讲理。可这种治理模式很快遇上麻烦，他部下有人不服，说：“我们打仗拼命，不就是为了抢城夺地吗？你现在不让我们动，还得听老百姓的，图啥？”石勒那天一句话把全军镇住了：得民心者得天下，得地不算什么。这话听着耳熟吧？是的，汉武帝也说过类似的话。可问题是，
石勒不是汉武帝，他是个胡人出身的皇帝，越是这样，他越要证明自己是个有理想的皇帝。但他也不是圣人，他冷血时毫不留情。曾有一个亲信部将贪了军粮，还强抢民女，石勒当场斩了他，一刀下去，头滚3尺。百姓震惊，官员害怕，却没人敢不服。石勒用的是法治胡人，不是感情胡人。他不讲兄弟义气，他讲规矩。他知道兄弟义气换不来江山，只有规矩能让人心安。他治下的赵国一度强盛到可以南下威胁整个中原，但他从不打南方。他说：“南人不乱，何必扰之？”他不谈地盘，他想治好北方这摊烂摊子。有人说他是少有的不想统一天下的枭雄，也有人说他是最像汉人的胡人。但他自己心里最明白，他不是汉人，他也不是要证明胡人能统治天下，他是想证明胡人也可以讲文明、讲秩序，讲得起天命。但天命这玩意儿从来不是靠努力得来的，有时候一场病就能让一代英主退出历史舞台。石勒晚年身体渐弱，朝政渐松，原本规矩井然的赵国开始有人蠢蠢欲动，而最先动的不是别人，是他自己人。石勒死后，他的侄子石虎上台，这位就没那么多规矩了，他是典型的打完仗就想享福的主，爱奢靡，讲排场，和那些早年被石勒斩掉的贪官一个样。百姓看着眼熟，哦，原来又回来了。规矩这东西啊，一旦松一次就收不回来了。但不管后赵之后如何，石勒这一章注定被写进历史。他不是一个胡人皇帝，而是那个在最乱的年代里提出乱不等于无法的那个人。他用一把旧剑把蛮族入侵的刻板印象劈出了一道缝，而通过这道缝，阳光照到了另一位胡人将军身上，就是冉闵，一个真正把血和恨写进法令的人。那一场风暴即将席卷整个北方。冉闵的故事要从背叛这2个字说起。他本来姓冉，是汉人，但从小被石虎收养，改姓石，成了后赵皇族的义子。按理说他该感恩图报，忠心耿耿。可冉闵这人天生就不是吃安稳饭的命，他不喜欢那些一边吃肉一边背诗的贵族，更不信什么血统天定。他相信的只有一件事：谁能活下来，谁说了算。石虎死后，后赵就像一座缺了大梁的房子，塌得飞快。各地将领纷纷自立，宫廷内斗不断，皇位像传话筒一样被人轮流抢。冉闵就在这乱局中一点点往上爬。他不像别人拉帮结派，他拉的是军队。他能打能杀，最重要的是能收心。他治军有一条死规矩：你敢动百姓一根头发，我让你掉脑袋。战乱之中，这样的人是兵的信仰，是民的依靠。渐渐的，他成了乱世里最有秩序的一股力量。但他的野心不止于此，他看穿了后赵的虚壳，也看清了一个更深层的裂口——胡汉之间的鸿沟。虽然几十年融合下来了不少胡中有汉、汉中有胡的情况，但底层老百姓的情绪一直像压着盖子的锅。胡人统治下，汉人忍气吞声，一旦有点风吹草动，仇恨就冒头。冉闵就是踩在这个点上翻盘的。他决定背叛石家。他知道，要想彻底打破这破局，就得断臂求生。他带兵杀入宫廷，清洗了整个石家宗室，把自己重新改回冉姓，立国为魏。
还给自己封了个特别响的名号帝。可这一步他走得太狠、太快、太不讲余地。他发布了一条命令，彻底改写了这段历史的气氛——杀胡令。所有汉人都可以在3日内合法击杀身边所有胡人，只要你能证明对方不是汉人，不用问，杀了就行。那一刻，北方彻底疯了，街上血流成河，邻居变仇敌，朋友反目成屠夫，多少混血孩子被指为胡种，多少平日卖菜的胡人被当街斩首。冉闵没管，他说这是正义的清算，是100年压迫的回响。但他没想到，这么一来，不止清算了仇，也烧光了信任。他本来想统一中原，却因为这道令断了和北方各胡人政权的任何合作可能。他四面楚歌，孤军难支，曾经的兵都不再敢上战场，因为他们知道胡人那边也是人，也有刀，也会报仇。冉闵意识到自己错了，但已经来不及了。他曾是秩序的守护者，如今却成了混乱的起点。最终他兵败被俘，死在一位鲜卑将领手下。他没哭没喊，只留下一句话：汉人不能永远做奴。这句话被后人争论了1000多年。有的说他是民族英雄，有的说他是屠夫疯子，但历史不会选边站，他只告诉我们，仇恨是最贵的武器，用一次就再也收不回去。冉闵之后，整个北方进入更碎片化的时期，原本还能勉强拼成一张地图的16国，现在像撒了一地的棋子。每个胡人政权都不再信任汉人，汉人百姓也彻底把胡当成了敌人。这种深层次的不信任成了后来100年战乱的根源之一。可偏偏就在这乱局中，有一位胡人提出了另一个思路：不讲血统，只讲治理；不搞复仇，只谋安稳。他是氐族人，出身寒门，叫苻建。他不会打仗，不会背诗，却有一个聪明儿子，叫苻坚。这个人后来差点让中国再次一统。但在苻坚登场前，他得先经历一次失败，一场让他刻骨铭心，也让整个北方震荡的失败。而这失败源于他的理想，理想太大，现实太冷。苻坚登场的时候，天下已经没有什么正统的概念了，谁强谁理，谁打赢谁当爹。可这个氐族小伙子偏偏想反其道而行，他的目标不是在建立一个打赢了再说的国家，而是真心实意的治理天下。他老爸苻建是个务实派，知道自己没那个命统一四方，于是定都长安，当个守城之主。但苻坚不同，他野心极大，却偏偏又有几分理想主义。苻坚早年读过很多汉人经书，尤其迷《尚书》《论语》这套玩意儿，他信那套王道仁政，甚至在当时的氐族内部还被笑话太叔生气。可他靠着这一股温柔理想，在一堆打打杀杀的胡人将领中杀出重围。他杀敌狠，治政稳，特别会团结人。他收编袁冉魏的旧部，接纳北方流民，甚至把一堆汉族世家请进政府，让他们当官当顾问。一时间，苻氏政权被称为前秦，也是16国中最像个国家的朝代。他讲制度，讲宽政，甚至还搞科举雏形，选才不问出身，只看能力。他还提倡节俭，自己穿的都是补丁衣，吃饭一荤一素。宫里下人犯错了，他从不责打，而是开导。有文人偷偷给他写诗，说他像汉文帝。苻坚听完没笑，只回了一句：我愿做文帝，奈何世乱如斯。可他也不是一味讲仁义的人，他清楚这种仁政必须建立在强权的保护下。他手下有一个得力干将，
叫王猛，是个纯粹的汉人，也是历史上有名的权臣型文人。王猛替苻坚立法、整军、治吏，手段狠得吓人，连苻坚都说王卿刑法，我不忍言。但他不阻止，因为他知道王猛在为他打地基。在王猛的辅佐下，苻坚短短数年间统一北方，吞下一个个割据小国，连西域都来朝贡。当时长安市面安稳，经济繁荣，学者辈出，老百姓甚至开始重修祖坟，重建庙宇，仿佛战乱真要过去了。他对百姓说：“我虽低人，亦可为汉人之主。”他说的诚恳，百姓也信了。但所有的理想，最怕的就是过于顺利。苻坚一统北方后，开始看向南方的东晋。他认为晋士气数已尽，百姓厌战，江南衣冠楚楚，但无实兵。他说服朝臣，声称只要风吹草动，整个南方就会不战而降。于是他集结100万大军，南下伐晋。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淝水之战。苻坚站在寿阳北岸，望着对岸的晋军阵地，信心满满。他觉得自己就是新的秦始皇，下一步就要渡江而治。他甚至给手下人封好了江南的官职，连谁住哪间府邸都安排得明明白白。可他错估了2个问题：一是自己的兵太杂，表面100万，其实很多是临时征调的部落士兵、降将部队，甚至是被征来的老百姓。这些人并没有共识，也不想真的打仗，只是被逼着来的。二是他低估了晋军的狠劲。晋军在桓温死后一直养兵蓄锐，淝水之战时由谢玄、谢石统兵，兵虽少，但都是精锐。谢玄下令诈败，引诱苻坚追击，然后突然反攻，一声号角，秦军溃不成军，100万大军如山倒。苻坚一看，完了，真完了。他被乱军冲散，骑着马连夜逃跑，在乱山野林中藏了好几天，连箭伤都没来得及拔。从巅峰到崩溃，只用了3天。苻坚回到长安时，整个人都变了。他不再谈王道，不再讲仁政，他开始猜忌身边每一个人。百姓失望，文人沉默，部将谋反，前秦从此一蹶不振。他像很多历史上被理想反噬的帝王一样，在风雨中迷失了方向。晚年，他被部将姚苌背叛，押解途中被刺杀，临死前看着落日，说：“我以为我能让天下安。”可这世道从来不光靠以为。苻坚倒下的那一刻，北方又一次陷入碎裂。可这一次，人们开始反思，我们到底要一个什么样的统治？是能打的，能讲理的，能安稳过日子的，还是3者都不是？而答案似乎正在慢慢浮现。在一片乱局中，有个部落族群一直没说话，他们住在草原的尽头，冷眼旁观中原纷争。他们不急，因为他们知道时机终将来临。而这个族群就是拓跋鲜卑。苻坚的梦碎后，北方像被打翻的棋盘，乱七八糟的摊开了，大大小小的政权冒出来，有的立国3年，有的撑不过一个冬天，朝代名多得像麻将牌。可就在这堆乱局里，有一股力量正悄悄积蓄，动作不大，却格外稳。这就是拓跋鲜卑。拓跋部起源于大草原的边缘地带，祖上虽是鲜卑，却早早就被中原文明熏了一层皮。他们会种地，会修城，会跟汉人做买卖，也慢慢学着不靠打仗混饭吃。特别是拓跋圭这一代，眼界更开，目标也更准。
他不是单纯想当皇帝，他想建一个能长久存在的国家。这一点在当时的胡人群体里算是稀有品种。拓跋圭刚登场时不过10几岁，父亲早逝，部落四分五裂，他几乎是从零开始。他没急着立国，而是先做一件很奇怪的事，种树。他命人在定都的代郡种下成片成片的槐树，说这是100年之计。部下一脸懵，咱这是打天下还是搞绿化呢？但他却说，树长得慢，国也得慢慢来。这股慢劲儿贯穿他的一生。他不喜欢打硬仗，能谈就谈，不能谈就分化。他不信胡人靠武力一统，他更信制度和习惯的力量。他亲自制定律法，学习汉人典章，还从关中请来一大批公务员帮他建制。他说，我鲜卑骨，汉人心。这话一出，有人拍手叫好，也有人皱眉嘀咕。但不管你信不信，他一步步真把一个草原部落变成了一个像样的王朝。公元398年，他正式称帝，国号魏，史称北魏。这是真正意义上一个胡人主导、汉人参与的新国家。他把都城定在平城，也就是今天的山西大同，一面依山傍水，一面直通草原和中原，地理上就是个折中。这个折中其实是他的政治信仰，就是草原的勇和中原的稳。但问题也来了，北魏建国初期，内部就是个混血部队，鲜卑贵族不愿放弃传统，汉人官员又嫌他们粗鲁，开会时语言都不同，一个说牛，一个说车，吵起来谁也听不懂，更别提日常治理。鲜卑人习惯迁徙，汉人讲究定居，两种生活方式天天打架。拓跋圭最难的不是扩张领土，而是让这两个群体凑合着过。他的办法很直接，你不听话，我就换人。他大胆启用汉人治理中原事务，让鲜卑人专管军事，你负责打，我负责管，谁也别越线。这种分工制度在当时算是个创举，也因为这个分工，他的国家虽然看着不热闹，却意外地稳定了下来。北方的百姓开始迁往北魏，有的甚至自愿放弃汉国身份，改挂魏户籍。更关键的是，拓跋圭学会了一个前人没学会的技能，慢慢来。他不像冉闵那样一口气把锅盖掀翻，也不像苻坚那样急着画大饼。他什么都做，但都留3分。他封赏不过头，征兵不抢人，修城不强拆，建制不逼迁。他清楚，一个政权真正站稳脚跟，不是靠一场胜仗，而是靠百姓觉得日子能过。但命运终究不会一直善待一个有想法的人。拓跋圭到了中年后，性情突变，猜忌加重，甚至开始滥杀功臣。他疑心儿子，杀兄弟，整肃内部，搞得朝廷人人自危。有历史学家说他是精神出了问题，也有人说是权力腐蚀了初心。无论如何，他的晚年与早期的清明判若两人。最终他被亲信谋杀，死得意外也无声，但他留下的国家却没有垮。他的儿子拓跋嗣接手后，没有急着复仇，而是继续走父亲那条不急不躁的融合之路。这个国家就像一棵当初种下的槐树，虽不艳，但根深。北魏的出现，标志着第一次胡汉共治，不是靠武力压制，而是制度合作。草原的刀剑开始插进书本，中原的诗书也写进了军营。这种融合是痛苦的、拉扯的，但却比任何一次征服更有可能留下点什么。可要说彻底让北魏变脸的，还得看一个人，
他不是战士，也不是贵族，而是一位皇帝，穿着汉服，说着汉话，甚至还要求全体贵族改姓。这个人就是北魏孝文帝，他的改革不是融合，是改造，他要让鲜卑彻底汉化。孝文帝拓跋宏是拓跋圭的曾孙，在位期间干了一件震动整个北方的事，他几乎亲手拆解了鲜卑的老家底，不是打仗，不是迁都，而是把整套鲜卑文化从国家骨架里慢慢抽出来，换上汉人的那一套。他的那场汉化改革，表面上是文明的交融，实际上是一次彻底的自我解构。这事儿要从他小时候说起。拓跋宏6岁继位，母亲冯太后是汉人，极有政治手腕，朝政全由他一手把控。他在宫里接受的是纯汉式教育，从小读4书5经，说话不带一点胡音，连饮食起居都照着汉人讲究来。等到他亲政那年，刚满18，一开口就是鲜卑不能永远活在马背上。他先是慢慢削弱贵族军权，把许多部落武装集中，统一编制成州郡守军，然后搬出了最狠的一招——迁都。原来北魏的都城平城靠北，离草原不远，鲜卑贵族可以随时回老窝喘气。可孝文帝突然决定搬到洛阳，一个地地道道的汉人文化圣地。他说，我们不只是想学汉，我们要当汉。这一搬，很多贵族炸锅了。搬家意味着放弃游牧地，改穿长袍，学会鞠躬，还得读书识字，参加科考。跟当年木马射雕的自由日子比起来，这简直是文化叛国。但孝文帝不管，他连自己姓都改了，从拓跋变成元。他还规定所有鲜卑贵族必须改汉姓，说汉语，穿汉服，拜孔子，不许留胡须，不许穿胡帽，甚至不能再以部落自称。更夸张的是，他还鼓励贵族与汉人通婚，有的甚至强配婚姻，以加快血缘融合。你说这是不是文化自废武功？从鲜卑的角度看，是的。但从孝文帝的角度，他不是要放弃鲜卑，而是要让鲜卑成为新的汉人，在文明与权力的游戏中赢得更大合法性。洛阳一迁，北魏彻底从部落联盟变成封建国家，朝廷设3省6部，地方推行州县制，连审案流程都按汉法来走。结果也确实管用。迁都后数年，北魏经济爆发增长，人口回流，工商业兴盛，来自南朝的文人官吏大量北上，一时间洛阳成了胡汉混搭的大熔炉。连南方人都说北地今不北，朝中官员1/3以上是汉人，袁家子弟也开始习惯以士族自居。看起来这场改革胜利了，但问题很快就来了。鲜卑贵族们心里憋着火，我们拼命打下这片江山，到头来却成了文化边缘人。我们的语言被禁，我们的姓被换，我们的婚姻被安排，我们的孩子不认识祖宗，甚至在学校要被嘲笑，不会背诗。这种文化失根感渐渐在贵族圈子里发酵成怨气，而这种怨气最终在孝文帝死后爆发。他儿子元恪继位，却没继承他爹的魄力，只继承了汉人的懒散。贵族一看皇帝软了，开始倒退改革，重提旧俗。有些原本改姓的家族又偷偷恢复旧名，朝廷中也有大臣开始反对通婚政策，有人甚至说鲜卑不应丢失本色，风向就这样变了。更严重的是，这场汉化是自上而下的，底层鲜卑民众根本没来得及参与，你让他们突然换名字、换语言、换吃法，
他们懵了。很多人开始悄悄离开中原，回到北方草原，甚至加入了当时崛起中的其他部族。北魏内部开始松动，表面是文化融合，实则是统治核心的分裂。而就在这场裂缝中，一个叫六镇的军事集团开始崛起。所谓六镇，是北魏设在边疆的重兵防线，里面驻扎的大多是没被彻底汉化的胡人将领。他们守边多年，早已对洛阳的文绉绉做派不屑一顾。等到朝廷开始剥夺他们权力时，这些人集体怒了，史称六镇之乱。这一乱，北魏从此一分为二，南北朝正式开启，而那棵曾经种在代郡的槐树也终于连根拔起。从表面看，孝文帝的汉化改革是一场文化胜利；从实质看，它像一场剧烈的移植手术，成功是成功了，但留下的排异反应致命。不过话说回来，孝文帝终究是那个敢动刀的人，他清楚不变就等死，所以他赌了。他赌鲜卑可以变得像汉人一样文明，也赌汉人能接受一个非汉族的文化继承者。他一度赢了，但最后输在太快。文化这东西讲的是潜移默化，不是批量上马。北魏之后，南北朝进入白热化对抗阶段。可有趣的是，经过这几轮融合与反融合，北方的胡汉界限已经越来越模糊。汉人不再排斥胡人当皇帝，胡人也不再羞于读汉书、穿长袍。一个新的认知悄悄在人们心中发芽。也许正统从来不是血缘决定的，而是能不能带来安稳的日子。六镇之乱之后，北魏彻底被掏空了，表面还是魏，实则已经四分五裂。边镇将领各自为政，朝廷连发个命令都得看人脸色。而这个混乱局面很快就让一个原本毫不起眼的角色闪了出来，那就是宇文泰。此人出身并不显赫，祖上也是胡汉混血，小时候混过军营，抄过经书，长大后混成西北一带的小将。可他有一样别人没有的能力，懂人心。当时西魏已经被北魏分裂出来，朝廷空有皇帝，全靠宇文泰撑着。他没有急着自立为帝，而是扶持元姓宗室当傀儡，自己幕后主政。他深知这个乱世不缺王，不缺兵，缺的是章法。于是他干了一件让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把孝文帝的汉化改革重新捡起来，但加了自己的改良。他不强推文化统一，而是主张实用为先，哪套制度管用就用哪套，胡人习俗保留，但治理逻辑全改成汉制。他搞士族培养，设太学，重教育，哪怕是草原来的军户子弟，只要读得进书，写得出册，就能当官。这一招硬生生把西北那帮粗人培养成能打仗也能治国的人才群体。这种治理方式被后世称为关陇集团的雏形，就是在关中、陇西这一带形成了一个全新阶层，半胡半汉，半武半文，半家国半草原。他们穿着汉服，说着胡语，写册用文言，吵架讲拳头，生活方式拼得乱七八糟，但一个个都能管地，能打仗，还能念几句尚书。这个集团后来撑起整个隋唐的政权骨架。宇文泰的聪明在于，他不谈正统，不争中原，不打统一大旗，他只讲一件事：地方稳，百姓服，国家就能走下去。他不当皇帝，却比谁都皇帝。宇文泰死后，他的后人宇文觉顺势建立北周，而与此同时，北方的另一个政权也在悄悄崛起，就是北齐。北齐出自高欢父子之手，这两位也是从六镇军头一路打上来的。
但和宇文泰的文武双修不同，高氏家族走的是纯武夫上位路线。高欢原本只是东魏的一员大将，靠着打仗、拉人、拼命，最终控制朝廷，再把皇帝当傀儡，自己幕后操盘。他儿子高阳那就更直接了，干脆篡位自立，国号齐，史称北齐。北齐的风格就一个字，狠。他们的军队号称边疆第一猛，但政治一塌糊涂。高阳刚称帝时还有点理想，修成立法，提拔人才，可没2年就开始荒唐了。他这个人啊，嗜酒成性，玩得很，动不动裸奔朝堂，最爱在大殿上搞斗鸡赛狗。他还宠幸小太监，让女官伺候自己喝醉昏睡，谁敢劝就一刀砍头。他的弟弟高演继位后稍微收敛点，可政治已经烂到根儿里。北齐朝廷内部全是家族裙带关系，贪污腐败成风，连打仗的军费都要靠募捐。百姓怨声载道，地方治理也变成看谁关系硬。有人感叹齐人能战不能治，可就算再会打，国家也不是只靠武力就能撑住的。而这个时候，西边的北周却在悄悄升级。宇文泰死后，他的侄子宇文邕继位，也就是北周武帝。这位比叔叔更狠，直接废掉傀儡皇帝，自立为帝，一手搞制度，一手整风纪。他不信儒术，主推法家，抓贪抓到御膳房，整军整到王爷门口。别人是以文治乱，他是以乱治乱，百官吓得早朝不敢迟。老百姓居然开始觉得北周比北齐靠谱。北周武帝最大一笔政绩是消灭北齐。当时高加以是烂泥扶不上墙，北周军队一打东线，百姓直接开门迎接。北齐皇帝连反抗都懒得组织，跑路时还带着后宫数十人，说是死也要死在床上。如此搞笑政权，灭的也自然不冤。北齐灭亡，北方再度统一，北周成了名义上的北方正统。可天下人心中早已不再关注谁是汉人，谁是胡人，而是关心你能不能让我好好过日子。这种观念的转变是几代人打出来、熬出来、怕出来的，而更深远的变化还在酝酿。北周武帝英年早逝，他的儿子宇文产年幼继位，朝政又现权臣把持。就在这时候，一个沉默多年的家族开始伸出手，就是杨氏家族。杨坚，北周重臣，是宇文泰的女婿，外表谦和，心机深沉。他正在为一场真正意义上的新天下布局。杨坚出场的时候，只有一脸老实相。他是宇文泰的女婿，北周的国丈，出身关陇集团，既不是猛将，也不是书生，在乱世中属于最容易被忽视的那种人。但他有一个本事，让别人看不透他。他可以陪小皇帝练字，也可以跟老将军下棋。宫廷内斗他不争不抢，军政大事他从不插嘴，可一旦机会来临，他一击必中。公元578年，北周武帝暴毙，年幼的宇文产继位，朝中权臣蠢蠢欲动，局势混乱得像煮沸的锅底。杨坚趁势出任丞相，接管军政，调动六军，稳住朝局。表面上是在辅佐小皇帝，其实是在把所有实权往自己兜里揣。他先派人暗中收编禁军，再以清君侧为名肃清朝中反对派。几个月内，北周朝廷几乎变成了杨家军营。第2年，杨坚逼迫宇文产禅位，自立为帝，国号隋，他就是后来的隋文帝。这个姓氏很多人都不陌生。
因为他开的头，直接终结了16国的延续势能，也埋下了唐朝的地基。杨坚的称帝并没有遭到太大反对，原因很简单，百姓已经累了，他们不在乎皇帝姓啥，只在乎税有没有减，兵有没有退，饭有没有吃，而杨坚正好满足了这些。他一上位就搞大清洗，把北周乱象一扫而空，贪官杀，冗兵财，税务减，留民安。他不搞排场，不造宫殿，衣服补丁穿3年，后宫妃子只留1人，朝中上下简直不敢相信这个人是皇帝。他最大的功绩是统一南北。当时南方的陈朝还在江南苟延残喘，表面风光，实则一团糊涂。皇帝沉迷修仙，朝廷混吃等死。杨坚一眼看穿，南朝再不打就是浪费机会。他调兵遣将，任命大将杨素南下伐陈。短短几个月，隋军直捣建康，陈朝灭亡。自西晋灭亡以来，分裂的南北中国终于又一次统一，可这次不再是汉人收复失地，而是一个胡汉混血的皇帝，以鲜卑出身的关陇集团为骨干，统一了整个中原。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民族融合结晶。统一后，杨坚没有急着庆祝，而是开始再造国家。他废除9品中正制，设科举雏形，打破门阀垄断。他重新编户齐民，搞全国户籍登记，一家几口、一头牛、几岁全都登记在案。他设州县制统一标准，全国通用律法，公文度量衡。他还下令修筑大运河，打通南北水路，不为排场，只为粮食能运，兵马能调，民心能通。更重要的是，他在思想上确立了一种新标准：国家之主不以种族论高低，只看你能不能安天下。他不谈鲜卑，也不宣传我也是汉人，他压根不需要解释。他的国家就是现实中的融合体。他身边的将领，有关陇的，有胡地的，有南方的，有西域的，甚至还有归顺的少数民族小部落。杨坚打造的是一个可以容纳多元身份的新中原。在这多元中原里，五胡早已不再是入侵者的代名词，而变成历史中正常的一部分。他们不是敌人，也不是统治者，而是共存者。杨坚死后，他儿子杨广继位，就是那个修大运河、3征高句丽，最后逼得百姓造反的隋炀帝。隋朝的灭亡跟杨广的操之过急有关，也跟百姓长期积压的痛苦有关，但这并不影响隋朝在制度上的深远意义。正因为隋的统一和变革，才有了后来的唐朝，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开放型帝国。所以说，从五胡乱华到胡汉共治，这条路确实乱，但每一段乱都在逼着中国这个庞大的社会做出调整。从刘渊的我想建个像样的国，到石勒的规矩是治国根本；从苻坚的理想主义试图融合，到拓跋圭的慢慢来；从孝文帝的文化自我改造，到杨坚的制度性整合。这些人不一定想当历史伟人，但他们都在推动这个乱世走向能喘气的稳定。他们有的成了皇帝，有的死于乱军，但共同留下的是一个再也无法回到纯种汉人世界的中国。到了这一刻，我们回头看，五胡乱华其实从来不是蛮夷入侵，而是一次大规模的族群融合与政治更新。只不过这过程像刮骨疗伤，疼的人受不了，但刮完了真的能站得更稳。接下来我们要看看这种碎片化的共存逻辑
在16国时期究竟是怎么运作的？为什么这些看似短命的政权，其实各有章法，各有生机？16国听起来像个乱得没救的代名词，但真要拨开每一个小政权的外壳，你会发现，这些看似草台班子的国家，其实个个有章法。他们不像今天的短视频流量博主，昙花一现不留痕，他们每一个几乎都试图建立制度，搞治理，求安稳，哪怕活不过3年，也要活得像点样子。我们要先厘清一个误区，16国不真的是16个国家，它其实是历史学家后来取的一个方便称呼，方便整理。而在当时，北方出现过远超过16个政权，有的起义成功3个月就被吞了，有的苟了10几年才被记上一笔，有的甚至没来得及定国号。但无论谁上台，第一件事几乎都不是杀人抢地，而是立法修理，这点很讲究。比如成汉，一个成立于四川的前胡人政权，皇帝李雄不是汉人，却极讲礼法。他模仿汉代礼仪，建太学，设祭祀，连宫廷文书都用最讲究的古文格式写。他的逻辑很简单，我可以不是汉人，但我必须做像汉人一样的帝王。再比如钱粮，统治者张氏是汉人，但身处西北边陲，周边全是胡人部落。他们做的第一件事不是征服周围，而是跟回鹘、高昌等地搞好关系，搞互市，搞书信外交。张俊甚至模仿汉朝在西域设都护，把治理之术用得滴水不漏。这哪里是战乱，简直是区域治理新样板。还有南梁、北梁、西梁、西秦，你看名字像是某种古早饮料，但人家每一个都搞得有模有样，设官制，建学校，搞宗教，开边贸，甚至一些政权内部还推行议政制度，就是贵族议会提前版。你能想象吗？在一个成立不到10年的胡人小国里，大臣们围着地图讨论农税和边防，而不是谁抢到最新的宝马。当然，制度再好也得活得下去才行。这就涉及到16国一个隐藏但关键的生存逻辑——联姻。这不是八卦，是实打实的政治操作。比如前赵的刘耀为了安抚关中世家，把女儿嫁给名士之家，顺手还把驸马拉进朝中当参谋。后赵的石虎更夸张，他把10几个女儿分头嫁给各地豪强，等于下了一个政治网。这些婚姻不是因为爱情，更不是为了脸面，而是你跟我绑一起了，想反我，你先看看你儿子在不在我手里。最有趣的是北燕，这个政权的建立者冯拔本就是汉化胡人，他不但娶了汉人女子，还让全体官员按汉礼娶妻，按汉俗婚配。甚至有一次，大臣提议跟柔然联姻，他拒绝了，理由是我娶她，是她拉着我骑马；我娶汉人，是她陪我读书。这句话有点傲娇，但也说明了一件事：婚姻在这群非汉族政权眼里是实用的，是政治化的，是公共资源。还有更深一层的逻辑，通过联姻不只是交情，也是在交换身份。比如某位胡人将领把女儿嫁给汉人世家，意味着他子孙以后可以堂而皇之地说，我祖上是某某门第，从而混入中原体制内部，获取正统性。而汉人也乐意接受这种政治亲家，因为这意味着边疆地盘更稳，朝廷头脑更清。从这个角度看，16国政权的更替不光是刀光剑影的结果，更是关系网络的重组。有时一个政权灭亡不是因为被打败，而是它失去了联姻网络的支撑。
再讲个冷门例子，西秦的乞伏赤磐。他统治时期国小兵弱，但却是当时最会拉关系的君主之一。他跟前凉通婚，跟北凉通商，跟吐谷浑结拜，还主动派人去拜访东晋，说是我们虽然远，但心在中原。人家听了也乐呵的，赏了他几卷经书。这种低姿态外交不是软弱，是高明。当然了，也有反例，比如冉魏的冉闵。前面我们说过，他打出了民族牌，结果引来群起攻之。他没搞联姻，不讲合作，结果孤立无援。前秦的苻坚前期也搞得不错，联姻、纳降、安抚都做得周到，但他一旦决定全面出兵南下，打破了和周边民族的微妙平衡，结果在淝水一战后土崩瓦解。所以说，16国看似是混乱的更替，其实背后是一场场身份交易与政治协商的较量。没有谁是真正的野蛮人，也没有谁是纯粹的正统王朝。他们在动荡中互相学习，彼此妥协，轮流上台。每一次政权更替，都是一次新的组合与试错。他们不是在乱，他们是在找秩序。只是这份秩序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而是一次次跌倒后的再尝试。从这点来看，16国不像是中原的断层，更像是转型期的实验室。不论成功失败，都为后来的北魏、隋唐乃至整个中国的政治版图打下了无数前置模板。我们要更进一步，从制度之外看文化怎么在这个乱世里顽强生长。汉文化没灭，反而一路北上，变成了草原上的新时尚。历史课本常说五胡乱华时期汉文化没断，但这句话说的太轻描淡写了。实际上那不是没断，而是逆风上扬。南方衣冠南渡，文化根脉是保住了，可北方的文化传播更像是一场泥泞中的长跑，跑得艰难，跑得狼狈，但从没停下。最典型的现象是大量胡人政权主动推行汉文化，不光是穿衣说话模仿汉人，更是从思想、制度、教育到信仰，全线自觉接轨。而这接轨的动力不是被迫，不是洗脑，而是一个朴素的认知：你要治理就得有工具，而汉文化正好就是一整套现成的帝王工具包。比如前赵刘渊，他自称汉皇帝，直接照搬汉制，设3公9卿，办学校，修律令，甚至连年号都讲究5行命理。这不是附庸风雅，是认真执行。他的宫廷里，太傅讲经，尚书写诏书，连边地将军也要学点春秋。他们可能心里不信这些礼乐教化，但嘴上得讲，因为百姓信，你不讲没人认你。更深一层的变化是，草原上也开始流行读书做官。以前草原部落首领是靠谁打得狠，谁抢得快。可到了16国时期，越来越多的胡人贵族开始往家里请儒生，教儿子识字、背书、写奏章。你会发现，很多后来当皇帝的胡人少年童年生活是这样的：早上骑马拉弓，中午练字写诗，晚上听儒生讲礼记，练诏书格式，典型的文武双修套餐。甚至连最野路子的后赵石虎都知道要搞文化工程。他曾花巨资修复洛阳太学，命文官整理典籍，还亲自下诏倡导百姓祭祖、读书、重孝道。他知道军功带来恐惧，文化才能带来认同。但你可能会问，这些硬拷贝的汉文化，有人真懂吗？其实还真有。一方面，随着胡汉通婚越来越多，
大量混血士子在胡人政权中崛起。他们从小接受的是双文化熏陶，既懂草原规矩，也熟中原章法，是天然的翻译官。很多胡人皇帝办学校、开馆舍，正是为了培养这批中间人。他们成为政令的书写者、政策的设计者，甚至有些直接当上宰相。另一方面，草原本身也在被文化反哺，比如鲜卑拓跋部，本来是游牧传统，但自从接受汉化治理，他们开始定居、屯田、设书院，连以前骑马上战的将军，现在都得先考个政绩考核，上岗前还得送一段上书以示忠诚。你说他们真信吗？也许不全信，但他们知道这是做国家的必修课。再一个，文化传播的管道是宗教，尤其是佛教。佛教在南北朝期间不是慢慢传，而是爆炸式普及。胡人对佛教的接受度特别高，原因很简单，这是一套不问出身、人人平等的信仰体系。对那些本就有身份焦虑的胡人来说，信佛是一种文化补偿，也是一种身份洗白。像前秦的苻坚就曾大力弘扬佛法，建寺庙，请高僧，发宏愿。他甚至派兵护送高僧法显西行取经，为此不惜牺牲一整个卫队。北凉的沮渠蒙逊更厉害，直接请印度高僧助讲，还命人翻译佛经，自称佛法守护者。而到了北魏，佛教简直成了国教。洛阳、平城的寺庙比官衙还多，僧人数量一度超过10万，达官贵人争相出家，建塔供佛。佛教不仅成了宗教信仰，也成了文化符号。石窟艺术、佛像雕塑、梵经书法都在这个时代蓬勃而生。今天我们看到的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正是这一时期最直观的文化遗产。佛教还扮演了另一个角色，文化中介。它让胡人有了非汉语的表达通道，通过佛教的翻译体系，胡人官员可以理解中原价值观，又不必完全沦为附庸。他们可以在佛经里找到王者仁义、众生平等、轮回因果这些概念，然后翻译成自己的统治逻辑，说服部族，安抚百姓，统一认知。甚至有些胡人皇帝借助佛教来塑造天命合法性，比如宣称自己是转轮圣王，是佛陀护佑之主。这在当时比说你是汉朝后裔还要有用，因为佛教的合法性不靠血统，而靠修行。文化的传播不光靠高层灌输，也有底层渗透。战乱年代，大量士人失去土地，仕途无望，只能北上求生。他们到了胡人地盘，就成了文化输出者，教书、抄经、做幕僚，传播汉语、礼法、儒学。他们不再是正统代言人，而是文化打工人。但正是这批人，让汉文化像蒲公英一样，在乱世中四处飘洒，落地生根。所以16国时期的北方远不是文化断代，而是一次文化迁移与再生。不是中原文化传到边疆，而是边疆主动把中原文化吸进去，再加工出属于自己的版本。这就解释了一个现象，为什么到了隋唐一统后，北方胡人政权几乎全没了，但胡人留下的制度、礼仪、服饰、思想却成了中原新文化的一部分，甚至连唐朝最正统的礼仪都有不少胡化痕迹。这说明一件事，文化从来不是你灭我生，而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而下一个阶段，这种你中有我的混血状态会进入高潮，南北朝正式开启，北人、南人、胡人、汉人通通要在这一锅大熔炉里互相试探，互相排斥，
又不得不继续共处。如果说16国是开胃小菜，那接下来的南北朝才是主菜上桌。可这道主菜并不是山珍海味，而是一锅炖了100年的乱炖。南边风花雪月，衣冠整齐；北边刀光剑影，铁骑如风。一个讲风度，一个拼生存，一个像在谈恋爱，一个像在打工。但你不能说哪边更正统，因为这两边其实正是中国当时正在长出2个脑袋。我们先说南朝，从东晋往后，南朝经历了宋、齐、梁、陈4个朝代，更迭频繁，但大体模式差不多。皇帝换了，文人还在，礼乐依旧，繁华不减。南方这块地本来就富庶，加上中原士族南渡，带来大量文化资源和知识精英，一时间江南成了真正意义上的文人乐土。南朝的皇帝爱写诗，刘宋的刘义庆写《世说新语》，萧齐的萧子良开兰亭雅集，梁武帝每天吃斋念佛，把皇宫当成寺庙。他们不擅长打仗，但对文化、宗教、玄学那是热情高涨。士族家家有藏书，人人能吟诗作对。上朝前先换衣服，洒香水，要背诵好一句庄子才能有脸见人。这种环境下，南朝形成了一种贵族审美文化，讲究的是风骨、气韵、脱俗感。一个人长得丑可以，但不能没有气质；不会打仗可以，但不能不会弹弦。一个朝代可以亡，但文选不能乱。这种文化看似空泛，但却维系住了汉文化的正统血脉，也留下了大量诗文典籍。可问题也出在这，他们太注重形，忽略了势。南朝虽然文化兴盛，但政治极其腐败，军队孱弱，皇帝与权臣互相倾轧，百姓早已心灰意冷。他们治理的是一片肥沃的土地，但对外的掌控力几乎为零。北方一打，南方就往后退，退到长江边，再退就只能跳海。江南之所以能维持100年，靠的不是武力，而是北方太乱，顾不上南下。而北方从北魏分裂成东魏、西魏开始，就进入了军人当家的阶段。东魏后来变成北齐，西魏变成北周，再到隋统一。这一路几乎就是一场军事政变接力赛。但别误会，北方不是只有军人，他们其实也有文化，只不过那文化不摆谱。比如北周的宇文邕，他一边大刀阔斧搞军政改革，一边提倡简朴、节用、尊儒。他的朝廷里有胡人讲兵法，有汉人讲尚书，还有佛教僧人讲因果轮回。更重要的是，他搞了一套融合式教育，贵族子弟必须习文，寒门子弟可以通过考试升迁。你说这是胡人，其实比汉人更汉。再看北齐，虽然皇帝一个比一个荒唐，但底层治理架构其实没垮。大量中原流亡士族在北方找到新机会，成为胡人政权的智囊团。他们写政令、编律法、搞工程，是实打实的参与国家运作。胡人用的是他们的大脑，士族靠的是胡人的军权，谁也离不开谁。这种你用我的文，我用你的武的局面，在南北朝中后期表现得最极致。而这两股力量的对比也不是一面倒的，南朝轻视北朝粗俗，北朝反感南朝软弱。南人笑北人喝酒吃肉没教养，北人回敬一句：你们呢，只会在诗里打仗。但随着时间推移，北方慢慢占了上风，不光是军事上的，也有心理上的。北朝的皇帝越来越稳，制度越来越细，百姓越来越服。而南方则是朝朝易主，民不聊生。南方士族看得出来，
北方这帮前胡人后汉人的新贵族正在玩一套他们也得佩服的国家游戏。而且北方还有一点特别致命，他们不念旧。你姓啥，祖上是啥，北朝根本不在乎，他们看的是你有没有用。你是读书人，那就来做秘书；你是工匠，就去修运河；你是僧人，那就讲法。只要你能解决问题，他们就给你位置。不像南方，动不动就比门第，讲血统，没个好出身，连县令都混不上，啥也不是。这就导致大量南方出身不好的人才开始偷偷北上，他们换上胡服，学点胡话，混进北方朝廷，结果过得比在家乡还好。这些人是文化真正的搬运工，也是两种制度之间的投票者。他们不说话，但用脚投票，告诉大家谁能活，谁就是道理。而在这种南北对视的尴尬中，杨坚站了出来。他不属于南，也不算北，是一个中线杀出的整合者。他用北方的军队吸收南方的制度，一统天下，建立了真正意义上的大一统。而这个统一不是简单的打服，而是制度、文化、人口、思想的全面融合。从此之后，胡人政权的时代结束了，胡人这个概念也慢慢模糊。曾经那些异族的将军、王爷、皇帝，在隋唐时代都成了史书上的开国功臣、忠勇之士、改革先行者。没人再追问他们祖上是不是匈奴、鲜卑、羯、氐、羌，因为那个时代已经悄悄过去。胡汉之间的对立不是消失了，而是被稀释在一代代混血的血脉，一座座中原与草原的城市之间。五胡乱华不是乱，而是一次漫长的重构。重构的不是朝代的名字，而是对天下的定义。说到天下的定义，到了南北朝末期，它已经跟秦汉时期的那种皇权一统、华夏为尊完全不是一回事了。那个时候的天下不再单指中原，也不再局限汉人，而是一种更宽泛、更现实的概念。谁能让大多数人安稳地活着，谁就配统天下。这一转变是在乱世里慢慢形成的共识，不是哪个人拍脑袋定的，是百姓一步步走出来的认知转型。而这种转型最直观的体现就是制度的演变。比如北魏到隋唐的这段时间，朝廷设官的方式开始变化。以前你是世家门阀的后代，朝廷直接封你个侍中尚书，哪怕你连字都不认。但后来制度开始要求你得出仕有凭，也就是得通过考试、举荐、政绩评估。虽然科举制还没完全成型，但那个意思已经出来了，你要上位得证明你配得上。这个变化其实就是旧贵族体系的解体。以前是谁家祖坟冒青烟，儿孙都跟着大富大贵，现在逐渐变成你爸混得好不代表你行。尤其北方政权主张的是军功加才干，双轨晋升，一时间让无数寒门子弟看到了希望。这种机会制度虽然不完全公平，但比门第制度强太多。而这种制度意识的转变直接导致另一个更大的变化，国家身份的模糊化。以前国家等于种族，等于文化，你是匈奴的国家，那你就是匈奴的政权；你是汉人的国家，那你得传承汉制，讲汉话。但到了这个时候，人们发现一个国家到底属于谁已经说不清了。比如北周主政的是宇文氏，鲜卑出身，政务用的是汉法，军队是胡汉混编，祭天用的是儒教礼仪，宗教信仰是佛道兼容，连皇帝家族都混血好几代。那他是胡人政权吗？
这个也对，也不对。这时候的国家已经不是单一族群的容器，而是多元文化的调色盘。你是什么颜色不要紧，关键是你有没有能力把盘子稳住。这种国家认同的去种族化，是中国历史上非常罕见的阶段性共识。而这种共识还有一个现实推理，人口结构变了。经过几代战乱、迁徙、通婚、投降、流亡，北方的人口早已混得不能再混。今天你住在某地，周围邻居叫王、李、拓跋、赫连、符、宇文，谁是汉人，谁是胡人，已经没人追究，大家只认这人靠不靠谱。族群界限不再是最关键的社会区分线，反而是能不能干活、能不能打仗、能不能做官成为新标尺。这个时候，连文化也开始松动标准。你讲汉话很好，你讲胡语也没关系。你吃羊肉泡馍行，你吃米饭也没人管你。你可以拜佛，你信道教照样升官。你穿胡服没人笑话你，你穿长袍也不会显得怪。一个国家的文化主心骨不再是一种风格，而是一种包容力。最典型的例子是冠服制度。本来服装是种身份标志，汉人穿宽袍大袖，胡人穿短褂齐靴。可后来你会发现，北朝贵族上朝穿胡服，下朝换汉服，骑马穿一套，写诗穿一套。文化不再是排他的，而是可切换的。正因为这种切换能力成为常态，国家才能变得软弹性高，也就是抗打击能力强。到了这个阶段，胡汉的标签已经彻底不起作用了。你说你是鲜卑，那也得按汉法行事；你说你是汉人，那也得接受军户制度；你说你是关中世家，对不起，现在讲的是才干，不是门第。这种身份模糊加能力优先的政权形态，其实正是后来唐朝可以兼收并蓄的前奏。而要实现这种稳定的融合，还有一个关键因素，老百姓自己也变了。以前百姓是等着被治理的对象，政权换了就换主子。但经过几代战乱和政权切换，老百姓开始有了自我保护意识和适应能力。今天你是刘家的国，明天是石家的国，他们已经不再激烈抵抗，而是想方设法在每一个政权下找活路，找饭吃。他们开始学会说多种语言，办多本户籍，用2套认同。这不是投机，而是生存智慧。也正是这种底层的适应能力，让整个社会结构变得更有弹性，也让天下的意义变得不再死板。这个时候，我们再回头看那句老话，得民心者得天下。在这场长达100年的乱局中，民心第一次真正成为国家合法性的核心参考点。不是你姓啥，你祖上是谁，你念不念孔子，而是你有没有让人过得下去。所以五胡乱华的终局，不是血统的胜利，不是汉文化的纯粹延续，而是一个新共识的诞生。你是谁不重要，你能不能让人活得有盼头才重要。这个新共识会在下一阶段由一个开头不起眼却气势如虹的新王朝彻底落实，那就是唐朝。他不再纠结什么胡不胡、汉不汉，而是大大方方地告诉天下人，我们就是新天下。到了唐朝，前面100多年的胡汉互看不顺眼的老毛病，终于变成了互相欣赏、顺带模仿的新气象。这个王朝没再刻意强调谁是正统，谁是入侵者，反而是用一种罕见的自信包容了过去所有的乱。你姓拓跋也行，你姓李也行，只要你能干、能治国、能安民，那你就是唐人。但问题是，这个南方人
北方人真的互相看顺眼了吗？这事儿不是王朝一统就能彻底解决的，毕竟偏见这种东西哪朝哪代都有，而且传起来快，忘得慢。唐朝一统之后，表面上南北一体，民心归顺，可民间文化、官场氛围、生活习惯还是充满你看我不顺，我看你太土的微妙情绪。比如南人怎么看北人？第一印象粗，说话大嗓门，吃饭不擦嘴，喝酒像灌水，穿衣服从不讲搭配，就算当了官也带着一身市井味儿，没档次。特别是关陇那帮世家子弟，一进朝堂不是谈诗词，而是聊打马球、喝壶酒、抢驸马位。南方文人心里直翻白眼，他们觉得这些北方人不讲格调。你看南方这边讲究风雅，对仗工整，饮茶而不饮酒，写个奏章都要押韵带点，讲气韵生动。哪像北人，开口一句这事干不干得了，收口一句砍不砍，中间没半句转折。这在讲究婉转含蓄的南文化里，简直是文化暴力。再说说北人怎么看男人，第一反应软。南方人坐着不动，3天能憋出一篇八股文，碰见下雨还要给屋檐写诗，打仗不敢冲锋，治政只会做账。说好听点叫温文尔雅，说直白点叫手无缚鸡之力。北人最不理解的就是南方人动不动就讲门第，论身份，好像姓王姓谢就能当官。北人心想，这年头拼的是拳头，不是祖坟。尤其北朝打出来的一批将门之后，他们习惯了谁能打谁说了算。你南方士族满口经书，但真到了镇压叛乱、安抚边民的时候，还不是得靠我们这帮旧胡人带兵去搞定。于是他们认定南人文可以，武不行，写奏章行，治国家还得我们来。可就这么互相瞧不上，唐朝却神奇地让他们绑在一块活。这背后是制度的力量。首先是科举制的普及，科举不看你哪人，不论你姓啥，只看你能不能考上。这对南方士族是个打击，因为以前他们靠门第吃饭，现在得真才实学。而对北方军人家庭来说，这是个机会，儿子只要读得进去书，照样能金榜题名，光耀门楣。一来二去，原来看不上科举的北人也开始悄悄设私塾，请先生，甚至连将军家都开始讲修身齐家。南人也开始学北人练马术、习兵法，毕竟朝廷升官路线不只靠文章，带兵也是一条路。于是你会看到一种奇妙现象，南方世家在模仿北人的豪爽，北方将门在追赶南人的才学，文化的双向流动变成了互相认同的开始。还有一个大杀器，长安。唐代长安不是一个城市，而是一个文化熔炉。东西南北、胡汉突厥、波斯天竺全来凑热闹。你在长安喝一杯胡人开的葡萄酒，隔壁就是写诗的洛阳才子，转角还能遇上从健康来考试的江南学子。这里的官员讲的是混合腔调，写的是新风格文章，穿的是胡汉混搭的圆领袍，走的是南人见的青石道，吃的是北人爱的大饼烤肉。这种混搭不但不乱，反而形成了新的唐文化，一种去地方色彩、去族群标签的大众风。这种共同认同的建立，不是靠宣传，而是靠长时间的生活、合作、磨合。哪怕你嘴上说我不喜欢那种人，但你会在合作中被改变。比如科举上榜后派去边疆历练的是北地军官，你写的诗被皇帝看中，是因为北方学者在朝堂推了你一把，
你办的地方工程得靠南方工匠来实现。这种我有你没的，你有我缺的关系，逼着南北互相尊重。当然，偏见却没完全消失。南人到了长安，还是吐槽北方太干，饭太硬，水太冷；北人去了江南，还是嫌南人话太细，路太滑，船太慢。但这些都变成了茶余饭后的打趣，而不是动刀子的理由。唐朝最了不起的地方，就是把互相看不惯的南北变成了互相离不开的共处，而这种共处才是中国千年历史里最难得的一种状态。不是谁打服了谁，而是大家都意识到合着过才是最划算的活法。从五胡乱华到南北朝，再到唐朝的南北一体，我们看到的不是胡人征服汉人，也不是汉人收复胡人，而是一段漫长的民族心理转变过程。南人从讲门第走向讲能力，北人从拼拳头走向修制度。胡人不再固执血统认同，汉人也慢慢放下文化洁癖。这个国家变得不那么在乎你是哪里人，而是更在意你能干什么。而这份共识迎来它的总结，一个时代终结前的回望，到底是乱世造英雄，还是英雄用乱世成全了自己？乱世出英雄，这话听着热血，可真放进五胡16国这锅大乱炖里，问题就来了，到底谁算英雄？是开国称帝的刘渊、石勒，是誓言杀尽胡人的冉闵，还是想一统南北的苻坚，还是宁愿拆掉鲜卑文化，换上汉家衣冠的孝文帝？这些人，有的文，有的武，有的杀人如麻，有的礼法满身，真的全能算英雄吗？刘渊，匈奴出身，读汉书，修汉礼，建立前赵。他之所以能成气候，不是因为他会打仗，而是他知道自己不能只是胡人，必须学会讲汉话，拜孔子，穿长袍，才能让百姓服气。他活得明白，走得聪明，但活得不长。他的儿孙一个比一个拉垮，前赵没几年就完蛋了。可刘渊这部学汉制的棋，却成了后面所有胡人见证的起点。石勒更猛，他是奴隶出身，靠一刀一枪砍出来的帝王。他不像刘渊讲究文治，但他有自己的规矩。他懂百姓怕乱，所以尽力维稳。他知道乱世容易生变，所以立法严明。他用的是稳中求生，打下的是有章可依。结果他一死，子侄们撕成一团，后赵崩得比谁都快。可他在百姓心里却留下了乱世里还讲点道理的印象。再看冉闵，这人是个极端，汉人血统，胡人成长经历，一纸杀胡令把他推上历史焦点。他是真拼命，他也真没退路，但他犯了最大的政治错误，没给别人活路。他的极端让胡人政权再无回旋余地，也让中原陷入新一轮报复狂潮。他是忠诚于汉人群体的守门人，却也是把自己活成刀的孤狼。他不是不勇敢，而是太绝了，最后连根拔起，连冉姓都成了忌讳。苻坚呢，文治武功样样过关，还搞了一次理想主义的民族融合试验。他让汉人与胡人共治、共学、通婚，甚至把佛教变成国教，想用文明统战四方。他差一点成功，但败在了自信过头。一场淝水之战，他把10年布局打成碎片。他不是没眼光，是眼光太远，脚却没站稳。他是理想主义者，更是孤注一掷者。他想成为结束乱世的英雄，最后却成了
乱世没完的注脚。孝文帝是另一种英雄，他不是靠刀枪起家，而是靠制度。他要改姓、改语言、改服制，让鲜卑变成更像汉人的统治阶层。他不是被动接受汉文化，而是主动自我清洗。他知道胡汉冲突解决不了，就干脆从根上打包融合。你说他狠吧，他是剃刀开路的人；你说他仁吧，他拆的是自己祖宗的牌位。他的改革是成了，但埋下的失根焦虑也让六镇之乱埋下地火。你看，这些人，有人建国，有人立法，有人打仗，有人改革，但没一个能把国家平稳地交到下一代。他们像是在不断重启一个操作系统，但每次还没运行稳就被蓝屏死机。他们不是英雄吗？当然是，但他们更像是用自己的命帮后人试错的工程师。他们成事靠的不是品德高尚，也不是天命所归，而是抓住机会时敢做决断。他们全都不是理想的君主，却都是不得不动手的狠人。你让他们去南朝写诗修庙，他们能疯；你让南朝文人在北地活2个月，怕是连官都当不上。那么问题是，如果他们不是理想中的圣君，为什么我们还在历史中给他们冠以帝号，写入正史呢？那是因为他们活在极限状态。一个国家在动荡之中，最需要的不是完美领袖，而是能让所有人活下去的人。他们的存在意味着还有下一章的可能。他们也许烧过城，杀过人，毁过制度，但他们也留下了边界、法度、秩序的模糊雏形。比如石勒制定了前所未有的军纪法，让打完仗的士兵必须上缴战利品。苻坚搞出10万人学堂模式，为后来的州学制度打下基础。刘渊模仿汉制设太常、太傅、尚书台，直接被北魏沿用。冉闵的民族身份标签也成了后世政治宣传的一种参考模板。哪怕是失败，他们也提供了失败的版本库。所以说，乱世不是造英雄，而是逼出一个能做决定的人。他们不是神，而是在压力下的凡人，一路磕绊，一路试错，最后把一个大分裂的中国慢慢摸索出了一个融合的方向。也正是因为他们，这个五胡16国本应撕碎一切的时期，最后却没把中国撕散，反而让这个文明在一次次重构中学会了从不同中找到共生。好，我们该收尾了。这段被称作乱的历史，到底给后来的中国留下了什么？五胡乱华，从公元304年刘渊起兵，到公元589年隋灭陈统一天下，整整285年。期间朝代更替频繁，疆域分裂破碎，民族交融剧烈，很多人把它视为中国历史最混乱的时期。但现在回头看，我们得问一句，它真的只是乱吗？答案可能出人意料，这不是一场摧毁文明的乱，而是一场重塑文明的炼。首先要正视的事实是，乱这个词压根是从南方文人视角贴上的标签，因为他们南渡时的确吃了不少苦，从衣冠华贵变成流亡难民，心理上自然觉得是文化沦陷。而北方的胡人政权被他们看作是野蛮、无道、粗暴、不讲理的外来者。可这是一种失衡后的标签，不是整个故事的真相。在北方的视角中，这场所谓的乱其实是长期压抑下的族群自救和重新洗牌。匈奴、鲜卑、羯、氐、羌这五胡本来就不是外来种，他们早已在汉朝、魏晋时期被安置进了中原，被统治
被管理，被当成边缘户口。他们是边民，但也是帝国内部的二等人。他们学习汉语、交税、服役，却从未被真正视为自己人。于是，当中原王朝因内乱自毁长城，皇权崩塌，权贵互咬时，这些原本在边缘忍气吞声的族群，终于抓住机会上桌了。他们不是想乱，而是想说一句：能不能也让我来试试？他们的试法很直接，建政权、设制度、搞治理、招人才。他们失败的快，改得也快。他们有时做得过火，有时太理想，有时太粗糙，但核心逻辑是清晰的。别再说谁是正统，大家都在试图找出怎么活下去的答案。这些政权不像我们熟知的汉唐那样长治久安、威风八面，但他们留下了无数种治理的草稿本。从立法常识到民族通婚，到语言政策，到宗教包容，再到军事分权、财政管理、人口安置，每一个失败的小国都贡献了失败的数据样本，让后人知道哪些路能走，哪些路会崩。更关键的是，他们打碎了一个老旧但根深蒂固的观念：政权必须由汉人掌控。这句话一旦打破，中国政治史从此进入多族共享权力的新时代。北魏的鲜卑、北周的宇文氏、隋唐的关陇贵族，甚至宋元之后的契丹、女真、蒙古、满人，都在这个寓言舞台里找到了可复制的模板。可以说，五胡乱华不是终点，而是一次打开可能性的开始。文化上也是一样，没有哪个朝代像五胡16国这样，把佛教、儒学、道教、游牧信仰、草原图腾揉成一锅。这不是文化消亡，而是文化升级。你说它乱，是因为它没按老一套来。你要是细看，会发现那是各种思潮的实验田。云冈石窟、龙门石窟、敦煌壁画，哪一样不是那个乱世里的产物？那不是胡人摧毁文明，那是胡人用自己的方式认领文明。他们不是来打碎汉文化，而是主动卷进去，用石头、铜佛、建筑、语言、婚姻、信仰，把这个古老文化再塑一遍。而百姓，那些不在历史书写中心的百姓，他们在这场大乱中练就了最坚韧的适应力。他们学会了语言转换、身份弹性、政治服从与文化维持，学会了在不稳定中寻找稳定，在变局中保留秩序。他们不在乎皇帝姓什么，只在乎粮食够不够，税收多不多，这仗打多久。这种现实主义底层生存哲学，让中国这个文明，即便在最断裂的年代，也始终没有彻底崩塌。所以，五胡乱华不是一场灾难性的终结，而是一场痛苦但必要的裂变。它终结了旧的统治模式，旧的族群等级，旧的正统独裁观念，也开启了一个新的共识雏形。国家可以不是单一种族的工具，而是多族共治的容器。文化不必非黑即白，而是可以混合、共享、演化。社会不必只靠祖上阔过为稳，而是靠你今天干得怎么样来立足。这共识不是那一代人总结出来的，而是下一代、再下一代，在隋唐的制度中，在百姓的认知里，在历史的反复验证中，一点点沉淀成现实。五胡乱华这4个字，如果换种说法，或许可以叫做中华融合的大试炼。如果你还停留在乱世、蛮族、亡国这些沉重字眼里，那今晚这个故事也许能稍微松开你的眉头。五胡乱华不只是黑白分明的对错，
不是谁打赢谁就代表文明的胜利，而是一场漫长的像梦一样的过渡。它让中国这个古老国度经历了一次彻底的拆洗，把旧的思维洗掉，把新的种子撒下。那是一段没有滤镜的岁月，风沙漫天，制度崩解，族群互防，文明交错，但同时也有文字在石壁上静静留下，有孩子在混血家庭里用双语背诗，有百姓在换了五茶王朝的土地上继续种麦子，继续过日子。也许我们记不住那些朝代的顺序，也不记得哪个皇帝在第几位登基，但没关系，真正留下来的是一种熬得过去的精神，一种哪怕风吹得再大，也会有人点起灯，盖好屋，教孩子识字、念书、写信、修路、铺桥，继续把生活一砖一瓦建下去的顽强。现在故事说完了，你可以安心地闭上眼，让那些复杂的人名、变动的国号、沉重的纷争都慢慢飘远。愿你梦中温柔，梦外清醒。我们下次见。